文字的生成是一个文字接龙的过程，一个字一个字接。那么图片生成是不是也能用类似的方式，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直接接龙生成呢？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上一节我们了解到，文字的生成是一个文字接龙的过程，一个字一个字接。那么图片生成是不是也能用类似的方式，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直接接龙生成呢？这个问题啊，其实科学家们也曾认真探索。事实上，在 AI 发展的早期，确实尝试过让 AI 逐个像素生成图片，这类方法被称为逐像素生成模型。在 AlphaGo 还没诞生的上古年代，2016年，谷歌的 DeepMind 实验室就尝试了这种方法。他们先做了一个 RNN 模型，用循环神经网络一个像素接一个像素的生成图片，但发现生成的速度太慢，就改用卷积神经网络 CNN 做了一个 CNN 的模型。实际的生成效果就像图片中一样，差强人意，常常缺乏全局的一致性。ChatGPT 背后的公司 OpenAI 最初也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在2018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 Image Transformer 的模型，用文字模型的 Transformer 结构来预测下一小块像素，试图避免图像逐个像素生成的效率问题。实际生成的图片就像图中这样。到2021年 OpenAI 的团队发布了第一代的 DALL-E 模型，仍然是继承了逐块生成的思路。说起来啊， OpenAI 确实是头铁。当时扩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 已经广泛流行了，效果要更好，但是他们仍然坚持逐个像素生成，直到 DALL-E 2发布才转向了 Diffusion Model 扩散模型。在 DALL-E 1中引入了 VAE 变分字编码器编码，这让它可以通过生成大块的数据来生成图像，相比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生成，当然效率要好很多了，并且图像生成的质量也要高一些。可惜啊，生不逢时，被主流的 Diffusion Model 扩散模型直接给打爆了。从科学家的历史上这些探索，我们就能了解到，逐个像素生成图片，它确实能生成图片，但生成的图片有两个很致命的缺陷。第一个是速度慢，一个像素一个像素按顺序生成，不能并行处理，速度极慢。一张1920乘1080的图片就有200万个像素点，每一个像素都要单独计算，速度相当缓慢，根本满足不了实时的要求。当然后面有一些技术的改善来提高生成速度，但仍然解决不了速度极慢这一个问题。因为你一旦是逐个接龙的方式生成，你就没有办法并行处理。通过接龙的方式生成图片，最大的问题是局部细节和整体会产生冲突。从局部细节上看，这种方式难以精确控制每个细节的生成，特别是当图像需要在局部细节上进行高度协调时，比如人的面部表情啊、复杂的光影效果啊、细节丰富的风景图片呢，这一些它就没有办法处理。从图片的整体上来看，风格、颜色、纹理都很容易出现不一致，比如图像的左边和右边的画风不一致，生成的图片容易出现杂乱、没有结构的噪声感，特别是在复杂风景、人物图片中，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你比如说DALL-E第一代的模型生成的图片，你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个猫啊，它戴的眼镜就只有一边有镜腿，另外一边没有。像这样的局部细节处理，接龙的模型就很容易出问题。这种冲突的根源呢，其实是接龙这一种方式它的底层原理缺陷。逐个生成像素的时候，模型是缺乏对整个图像全局的视角和综合的考虑的，它只能依赖已经生成的局部像素来做决策，而无法去考虑整个画面的协调性，导致生成图片时容易出现不连贯、杂乱的情况。这就像一个人在画布上从左上角开始，一个像素点一个像素点来画一幅画，很容易画着画着就失去了全局感、方向感。左边画了一个猫头，画到右边的时候就画了一个狗尾巴，最后拼凑出来整体的效果就很奇怪。画家画画一般都是从整体出发，先想好画中要有什么，再勾勒出主体的山水月人等等，最后去填充细节，而不是一开始像逐个像素生成一样就从细节着手。
听到这里，小伙伴可能又有问题了，为什么文字模型没听到说这个局部细节和整体冲突，在图像这里就说有这个问题，文字不也用的一样的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字模型也有同样的这一个问题，局部细节和整体会产生冲突。虽然在简短的对话时不太明显，但一旦你让大语言模型生成长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问题，它可能会写着写着就开始迷失方向了，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2023年5月的这篇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这个现象，当时有 17.7% 的句子存在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这就是局部细节的视角和全局视角冲突的一个体现。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我们让大模型生成长文的时候，通常会强制先让大模型思考整体这篇文章的结构，再去填充细节。比如让大模型生成长文时，先让它写文章的大纲，再逐个写大纲的第一章、第二章，最后进行风格统一，汇总拼接成全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这种局部和全局的冲突。你想想，逐个文字接龙，你就能明白这种局部视角和全局视角之间的差异是它底层原理的缺陷。你当一个新的文字生成时，它只能看到它之前已经生成的文字是什么，它没有办法通篇去考虑我接下来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到底要有哪些步骤，而只会根据之前已经生成的内容来往后接。那么很有可能写着写着，它原来心里的计划的这个大纲就已经完全变了。当然在文字生成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生成一般比较短，这种问题不容易体现出来。但是图像生成中，第一个，图像的像素特别多，第二个，图像我们对全局一致性的要求更高，因此这一个问题在图像生成中暴露的更加彻底。因为有这样的一致性缺陷，研究者们不得不开始探索其他的生成图片方法。下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主流的扩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 到底是怎么来生成图片。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哦。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